教你快速应付法罗隐身。法罗隐士的隐身技能大部分时候呢都是用来自欺欺人的。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法罗隐士了。想快速找到隐身的法罗大概方位其实很简单。首先在有法罗隐士的对局情况下，最好就是把游戏音乐关掉，然后只把游戏音效拉到最大声。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知识点。首先法罗隐士的话，隐身期间如果跟监管者距离较近时，监管者是可以听到脚步声、喘息声来估测大概方位的。不相信的小伙伴们可以叫上好友一起测试啊。所以法罗女士的香氛技能最好不要等监管者贴脸之后再交技能，不然的话监管者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不是反走。其次的话就是隐身期间使用香氛手杖，监管者的话是可以看到一抹白雾的。另外如果跟监管者距离较近时，监管者还可以听到使用技能的一个音效。然后就丢出去的香氛在向前延伸途中遇到障碍物的话，会朝倾斜角度延伸。另外蓄力抬杖的话也会有音效，而蓄力期间人物的话不会发出喘息声，但是走动时依旧会有脚步声。然后就是香氛手杖在高低差地形使用时，香氛的话会向下延伸。对于会玩的监管者，可以通过是否有落地声来判断求生者是否跳下去了。另外前边的话也提到过，就是与监管者距离较近时，监管者的话是可以听到喘息声和脚步声的，所以不要傻傻的站在切口不跳下去，或者说反走。然后是关于爆点，当法罗女士隐身期间脱离监管者一定距离时，监管者这边的话是会有爆点提示的。监管者的话可以利用该机制来快速确定法罗女士一个位置，所以法罗女士的话不适合卡监管者的耳鸣，尤其是开门战的时候。还有一点就是法罗女士隐身状态下的话也是有碰撞体积的，实战中监管者的话可以凭感觉判断是否碰到法罗女士。最后的话就是角色的一个注意事项，求生者这边先知在法罗女士隐身状态下给鸟的话，监管者是可以看到一鸟跟随的，但是如果先知在隐身前给鸟的话就不会暴露位置。而小女孩这边无论是隐身前还是隐身后附身都不会暴露位置。监管者这边像厂长的木炭捏鹅、黄衣之主触手等定位技能的话，可以无视法罗女士的隐身。使徒这边的猫的话无法透视隐身状态下的法罗女士，但是如果被猫咬到的话会一直跟随。然后就是梦之女巫的寄生信徒可以无视隐身，红蝶的燕尾蝶的话在隐身期间的话会暂时消失。时空之影的伊斯人的话在触发隐身后会自动脱离寄生。最后的话就是监管者一个辅助特质，行事者的话无法打断法罗女士的隐身，但是会一直跟随本体，而窥视者的话则是无法透视隐身状态下的法罗位置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